存天理，灭人欲这句话为什么是中国文化独性的一个强力表现？为什么多数国民的服饰穿不出精神气质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读到存天理，灭人欲和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这两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，以帮助自己查杀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存天理，灭人欲。中国文化既然将二人当作是天理，于是就出现了克己复礼，甚至杀身成仁的命题。所谓为人与成人，就是成全二人关系中的对方的意思。用现代术语来说，就是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在文化表层结构上，尽可以出现不同的表现形式，但是在深层的意义上却基本一致。因此，在台湾也曾以另外一种情景出现。蒋经国曾宣传老百姓学习不食人间烟火的沙鸥精神，并且有过牺牲享受、享受牺牲的说法。不过，到底谁去牺牲，谁去享受，倒没有明说。为了维持和合，就必须要求每一个个体做自我压缩，也就是用灭人欲的方式去存天理，而且最好还要使一个人将这个自我压缩内在化。因此，除了程朱理学一类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之外，还出现了王阳明一类破山中贼、破心中贼的口号。显然地，王阳明之流认为防民防贼是不够的，最好是能够做到让每一个个体将自己当作贱骨头一般去防范。中国文化要求每一个个体去做的事，最好不要去符合自己心中的欲望。当然，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。然而，只要心中的欲望与实际做出来的事，这两个焦点长久不重叠的人，才会获得社会观众的鼓掌。因此，在传统社会里，要求年轻的甚至未过门的寡妇守节，然后才颁给他们守节牌坊这种死亡崇拜的墓碑。中国文化除了将泛文化性的性损毁与性扭曲常态化之外，还存在着泛文化性的虐待狂与被虐待狂倾向，而且也是被当作是常态。因此，中国文化要求每一个人做到的是一种不生不死的状态。一个人不能太爱憎分明，因为自己爱的东西得不到，自己恨的东西排斥不开，都会引起极大的痛苦。因此，唯一的麻醉剂就是处于感觉不冷不热的中间灰色地带，以便对自己失去控制的外物达成一种绝缘体的效果。于是，逐渐地就让自己与自己真正的感觉失去联系，觉得好的、坏的都无所谓，反正生活就是那么一回事儿。事实上，一个连自我这个领域都无法确立，而且与自己的生命力失去接触的人，也的确只能这样。然而，爱与不爱、恨与不恨都一样。自己所爱的人与物，不敢有太强烈的要求去获得；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，也不敢断然决裂。这样的生命是没有强烈的突出感的，与非生命的状态很难分判，因此也说得上是生与死的和合。在国内时，在街上看到的老百姓脸上都是一副漠然的表情，的确是做到了无所谓生死的地步。中国人一般是将自我定义为身，中国人对自我的发挥最多是在立武身上面，至于人之气象，也不见得开展到哪里去。因此，有个性的、热爱生命的，能超越出渠道化的公式，而让一己的生命做全面以及多面怒放的人，的确是少之又少。中国人那种不见私人化的七情六欲的倾向很明显，因此被搞到木口木面的人数不胜数。这就是在街上见到的人，大多数都是僵尸化了的人的深层原因。中国人的个体没有什么自身的内容，它只是延续身体化之存在的工具，因此由上一代定义下一代，这样的二人关系就是天理，而个体的表现则是人欲。只要是中国人，他无需知道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，但是在意识构造的深层就会出现同样的思考渠道。一个人如果不是12分的爱自己，就不会尽量设法使自己变得可爱，因此这样的人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可爱的。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。当一个西方人面对别人的称赞时，他总是说谢谢，也就是接受的意思。当一个中国人面临同样的场合时，他总是赶紧连忙地说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中国人一代对一代人的养育和教育，只是使人长高长大，并没有让他去形成坚强明确的自我，反而是教他如何在别人面前不要去过分地表现自我。于是
在羞耻感文化的作祟下，就不只是听到别人当面称赞自己是会脸红，即使是偶尔面临对方自夸的场合，也会替对方感到脸红，热血会冲到耳根子里，甚至会发冷汗。因此，中国人不是互相铲平的话，就是自我铲平。即使在家庭里，如果子女当众说自我欣赏的话，上一辈就会做出做人要谦虚一点的告诫，或者掉过头来，如果母亲当着客人的面称赞自己的女儿，后者也会着急抗议：阿妈呀！中国女人至多只是一种人情化与情欲化的自我意识，仍然不是一种自觉强大的自我基地。笔者曾经询问过国内的男性，如果他们向女性表达好感，对方的初步反应如何？答案是女方说：我不要你爱。显然，无论是女方讨厌男方与否，心中或是感到惶然，或是暗中窃喜也好，总无法因为被人爱而感到自豪。而美国的女性在面临自己不讨厌以及讨厌的人示爱时的反应，一般来说，只要他们不认为对方讨厌，当自己不能接受对方的示爱时，就会客气地向对方说明，多半还会谢谢对方的好意。如果讨厌对方，也会毫不客气地表示自己的反感。因此，似乎是讨厌对方固然是自己的权利，但自己这一方也能以惹人爱而感到自豪。这显然是一种攻守自如的强大的自我基地的表现。因此，在对外在行为做观察之前，必须先深入了解文化深层结构的构建方式。一个人如果不具备制造吸引力的心理化学，即使穿上华服或抹上浓妆，也是与事无补的。不论一个人如何装扮，无知无欲的儿童化心理状态，中性化的外观与体态，不见七情六欲的好人表情，或因非性化而造成的不愉悦表情，无论是面臭臭或是吃冷猪肉，都会破坏整体的美感效果。一般来说，有的中国人衣着比美国还要讲究，有的还引进欧洲名牌时装。然而，因为身上缺乏鲜明的性格轮廓，因此并不能达成法国、意大利一样的效果，反而会给人一种衣服挂在了空架子上的感觉。外形的美感往往是性格的表现，因此不一定要华服与盛装，更主要的因素是符合自己的个性。只要不具备心中挥洒自如这个个性因素，那么即使学别人身上穿着好看的衣服，面上涂上高档化妆品，也不见得创造了什么美感。中国这个深厚的大传统也自有其独特制造美感的民族风格。从国内的电影、杂志、演员身上所浮现的女性形象中也可以看出，情欲化的自我意识的存在也可以使人具备制造美感的心理化学。只可惜存天理灭人欲这个死亡崇拜也被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最高峰。因此在社会上，女的几乎一律是清汤挂面，男的则一律被搞到梅干菜一般。再加上暗淡的建筑物，结果灰色就成为了人文景色的主调。这基本上是一种反对生命的气氛，因为连懂得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，如果将一个人放在一个五颜六色的百花园中，他的心中景象一定会被照亮起来，人也会跟着活起来。然而，如果将他放在一个四面灰墙的斗室中，他的心理景色也势必变成灰色，而人的精神也会沉下去。西方人懂得如何去制造自身的魅力，就如同游牧民族懂得如何去培养优良马的鬃毛色泽一般。至于中国的男性，则往往是松松垮垮的，就如同被剪去了鸡冠的雄鸡一般，这真是一种深受其害。这个由死亡崇拜造成的灰色景象，其实只是不生不死的状态，在外形方面的一个表现。这个状态一方面保证每一个人的生物性的生存，也就是身体化的需要，另一方面却不让生存具有太大的吸引力。这种心态往往会反映在其他方面，例如近来有中外合资拍的电影，在剧本方面总是因浪漫情节过多而屡遭中国当局要求删改。因此外国电影工作者说，把情节弄得越乏味，中方就越容易接受。显然地，一个人在一方面不让自己有吸引力，在其他方面也是不会注重吸引力的，而且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吸引力因素存在。所以中国的产品大多数采用的是马马虎虎差不多的标准。确实，一个连自己也不让有吸引力的人，又怎么会去考虑到其他事物的吸引力？中国文化搞自我压缩的死亡崇拜，的确也做到了对好的与坏的感觉都麻木不仁的状态。它是生中之死，换而言之，是一种慢性死亡。到目前为止，人的状态并不是最理想的，他还可以朝更好的方向去发展。因此，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，人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东西。然而，
中国人这个苍白的囚徒，离人的阶段还远得很。